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這一場美伊戰事，美軍連9天了。狂轟伊朗，當然了，現在伊朗也是大規模的報復行動，甚至呢第20波的反擊已經打穿了美軍還有多個基地。約旦基地現在成為美軍的最新墳場，等一下會有許多的現場畫面帶觀眾朋友一起來特別看到。那麼今天節目一開始，先歡迎我們的來賓，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關心美伊戰事之前，請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在寰宇新聞的這個環球大戰線的主頻，請按下加入鍵，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那麼希望跟我互動的一樣，我們在留言區寫下思敏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來做回復。今天的美伊戰事3個大主題，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哦，美軍已經狂轟伊朗，達到第9個晚上了，甚至現在還出動了 F-35、F-16戰斧飛彈。但是伊朗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它的大攻勢，這一波攻勢叫做納斯爾2，反擊到已經第20波了，造成更大的一個美軍傷亡。準備現在來自於美國的說法，接下來會迎來更大規模的戰爭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伊朗的飛彈已經突破美軍的防線了，美方現在着急的事情是在查說這到底背後有沒有中俄的情資在後面幫助呢？美國現在真正擔心的到底是不是背後的大國所做的支援呢？第三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美軍要封鎖伊朗，控制荷姆茲海峽，但是油輪仍然是看到在荷姆茲被攻擊哦。中東盟友現在怒吼說，我們依靠美國，怎麼讓自己反而成為了戰場的目標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特別做深度剖析。這一場中東戰我們可以形容已經到達了一個臨界點。美國中央司令部最新證實，美軍第9晚狂轟伊朗，從最初當時鎖定的目標是伊朗革命衛隊的基地、防空飛彈系統跟無人機的倉庫等等。觀眾朋友，我們來看到現在它的攻擊範圍是一路的擴大了。最新消息，戰線已經一路到達了沿海的監視系統，甚至是港口周邊還有各種的軍事設施，並且現在呢，包括了美軍的戰斧巡弋飛彈 F-35-16輪番上陣。伊朗證實了，確實他們現在多個地區，包括了格什姆島等等地區都被打擊哦，並且傳出了爆炸聲，6枚飛彈直接在格什姆島的這個周遭被打擊哦，它的外圍被打擊。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這場戰爭不會只有如此而已。來自於最新消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說法，美國現在正在準備迎接更大規模的一場戰爭，而且我們看到軍事行動確實有在跟着進行當中，包括了他接下來已經說了會部署德國的 F-16，英國放在德國的 F-16，還有放在英國的匿蹤F-35戰機都會全部往中東去做運送，並且已經通知以色列了，說接下來美方會增派數十架的空中加油機，讓總數可以恢復到戰爭初期當時的60架。美國中央司令部也證實，現在超過5萬名美軍已經部署在中東地區，他們是準備隨時要待命去展開戰爭的。美國官員也坦誠了，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說，這個戰損的問題還是非常的大，而且長程精準的彈藥庫存仍然是快速的消耗當中。而我們現在也要看到的是，美方有新一波的攻勢，當然伊朗的方面也是火力全開。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怒嗆川普的簽名，可以說是一文不值，毫無公信力，揚言接下來要讓美國付出慘痛的代價。隨即就對我們來看到革命衛隊展開的這個叫納斯爾2第17到第20波的軍事行動，打擊美軍在約旦的基地。來看現場最新畫面。Oh my God! Get cover! Get down! Close! Close! 伊朗的這一波襲擊的力道非常的大，我們也來看到細節。除了約旦基地之外，還轟炸了包括在科威特、巴林的美軍的基地，美軍陣亡死傷現在累積18人，還有400多人受傷，數字還在持續的上升當中。那麼伊朗出動了包括了海巴爾等等的彈道飛彈，還搭配了見證者
無人機。那麼我們來看到5天之內狂轟約旦，一共達到了4次，當中美軍的多個基地還有美軍的人員受傷。我們看到包括了第2個轟炸的範圍到了約旦東部是黑鷹直升機的基地，都遭到襲擊，大量的美軍直升機因此而受損。許多的美軍在這個轟炸的期間趕快急奔掩體，但是他們還是有非常多人受傷甚至死亡哦。那麼，所以今天節目的一開始要請教艦長怎麼看了伊朗的這一波最新的20波打擊，造成了實質的美軍傷亡。現在呢，美國方面也增派了 F-35-16空中加油機要來全面迎戰嗎？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看啊，這個諒解備忘錄現在應該已經被丟進垃圾桶，也就是無論是美國或者是伊朗，現在已經完全失去我們看到諒解備忘錄裡面的相關要求。那如果我們看就是最近幾天的一個攻勢的話，我們看到這一些一個一個小圈圈，有些是被確認的，有些只有影片。那但是呢，它沒有辦法確認實際上的狀況的，那它會用不同顏色區分出來。我們看到之前這邊在一開始的時候是24個，那我們看到說，如果最新公布的是18號的話，那也就是這裡是23個。那如果說我們仔細看它攻擊的到底是哪些目標呢？那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無論是格舍姆島，那也就是最大島。那為什麼它攻擊最大島？那其實因為最大島上面有非常多的像漁港一樣的小港，那可以提供蚊子艦隊那它停泊以及出擊。那另外呢，阿巴斯港也就是最靠近阿曼灣的一個大港，那所以也是不斷的受到攻擊。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另外一个狀況，也就是美國不斷的對這個阿巴斯附近的橋梁進行攻擊。那這一個一個標示的都是橋梁。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那有可能是為後續的這個可能的一個登陸戰進行準備，也就是當我把你的這一個橋梁通通都打斷之後，你沒有辦法後援，可是從海上來的這一些陸戰隊可以不斷的增援。那這個也就是先切斷有關於革命衛隊或者是伊朗國防軍的它的一個後續的支援的部分啊。其實我們看到美國以前一直在打的，也就是新式的這個從1990年開始的外科手術式的戰爭。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從2月28號打到現在以來，已經幾乎可以打的節點都打掉了。那為什麼還沒有辦法控制這一個戰局？所以他們又回到以往的作戰形態，也就是從部隊的對抗，一直到人口，一直到基礎建設，最後來癱瘓整個的一個伊朗。可是伊朗現在看起來，我們從之前他的國葬，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其實他們的這一個社會的連結是非常強的，也就是一致對外。那美軍的攻擊是不是有效呢？那實際上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說，這一個從伊朗的反擊，伊朗反擊在哪裡呢？我們現在看到他攻擊了科威特港口的這個地區，這個地區它部署的到底是什麼？也就是我們看到的美國戰術飛彈的部分。那這個也就是我們講的海馬斯。那海馬斯其實都可以被這樣攻擊的話，也就代表着他們其實隱蔽跟掩蔽是很有問題的。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段影片，請問大家是不是看到了非常多的美軍其實都在那個廠庫旁邊？為什麼他們沒有收到警報呢？還是他們忽略了警報？那另外我們剛剛看的是白天，我們看晚上的集束炸彈攻擊的話，那我們就會看到，其實為什麼還可以在這邊可以這樣拍？他們認為沒事，但是這個才剛拍完沒3秒鐘，直接集束炸彈就在旁邊爆炸，所以這就代表說他可能是敵情的觀念不足，那或者是他們輕忽了伊朗攻擊的一個成效。那但是我們這樣看啊，其實現在這場戰爭開始慢慢外溢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美國動員了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去打這個胡塞組織。那可是呢，胡塞組織其實就是伊朗在我們看到這個也門這個地方的一個抵抗之狐。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現在胡塞組織已經有風聲說，他們未來有可能的話會
封閉曼德海峽。如果曼德海峽被封閉了，那我們講到說這一個霍姆茲海峽也被封閉了。那之前我們看到沙烏地阿拉伯透過這個他們的油管往這一個紅海運輸的這個原油這個就破功了。那如果這個破功的話，實際上來講，整個的打擊是對於全世界的。好，所以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美伊雙方對對方的一個最新一輪的攻勢。穆吉塔巴持續的嗆下說，美國沒有公信力，接下來會展開新一波更大規模的一場報復。那美軍的情資也特別顯示，很快的另外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很快就會展開了。那目前呢，其實美國的官員他們自己也很擔心，因為他們自己也坦言，現在呢，伊朗不只是飞彈數量，他們看起来是没有減就算了，突破防空的系統的能力還比戰爭初期還要更加的成熟。另外，美軍現在也付出它的政治上面的成本，因為呢，你現在要駐軍在盟國，你的政治成本变得更高了。盟國這些在中東美軍基地的盟國並不相信美國。楊老師怎麼看接下來這場戰爭的發展？首先，我們要了解大概跟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有2點，到目前為止還是維持不變的第一點，雙方都表現某種的克制。第二點，現在雙方都在打消耗戰。那克制怎麼講？第一個，美國方面他就很克制的不會去打全面戰，也不會去打地面戰。那他寫給國會的信當中說，這是一個有限度而且是這個限制的這個戰爭。那換言之，他可能已經設了這個時間表。那他第二個克制美國的方面呢，我們就要接下來觀察了，因為川普曾經在推文上面寫說，7天如果還不接受我的條件來進行和談的話，他就要打橋梁，再7天呢，他就要打電廠，对，那就民生設施了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個人覺得他不敢真的這麼做。是，你要是大規模的去打民生設施這是違反人類罪耶。那伊朗這方面呢，到目前為止的克制表現在他沒有去打海灣地區國家的這些能源設施。這個在初期戰爭的38天到目前為止，雙方都有這個克制。這個一打下去，大家基本上完全掀桌子了。那第二個消耗戰，我覺得美國跟伊朗的消耗戰有2種，我們只看到第一種，那就是軍備、庫存還有價格那種不對稱比如說見證者136，那個就是伊朗的無人機，才多少？3萬塊美元。然後呢，愛國者3號3型飛彈呢，多少？一枚300萬美元，就差了多少？100倍是。然後呢，最重要的是那無人机好做愛國者飛彈這個來不及一個月才多少？幾百枚而已吧。因此它事實上會呈現這種消耗戰，打到後來美國沒有彈藥可以打。然後你當然現在所有的防空的能量也都不足了，你針對這些見證者136的自殺型無人機，其實也沒什麼這個足夠的彈藥可以去做防空。然後呢，你雙方的比庫存價格，這是一種對美國而言已經處於不利。所以你看他連續打了8波9波，這個講起來好像媒體上看起來就是很這個規模很大，可是呢，伊朗剛才那個畫面就解釋了一切。對，也就是說，伊朗其實也可以很精準的，而且美國在毫無預警防備的情況之下，就這麼蹦蹦蹦連續的來。對。第二種消耗戰，我覺得大家其實要特別注意到的，我覺得市場現在快開始注意到，第二種消耗戰是什麼意思？就對美國而言，它消耗國際能源，它消耗油價，油價會偏高了，你再打下去，然後呢，你的經濟通膨，還有你的選舉內部的法律政治的壓力，川普政府這個消耗戰根本沒有辦法再持久。我覺得2個禮拜他根本撐不下去。那對伊朗，他有沒有這個消耗戰？當然有，他的經濟，他內部的壓力他也會有。可是你知道，當他被轟炸的時候，他內部的那種凝聚感其實是可能更強的。強硬派反而會更佔上風。所以你現在如果只是講2個禮拜或者是2個月，美國在消耗戰上一定會居於這個下風。但如果說你要在這2個月以上，我們就難以想象，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國際情勢、經濟、能源就會完全不一樣。
對，好，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現在目前為止這場消耗戰居於劣勢哦。那剛剛我們也看到這個畫面了嘛，就是美軍基地哦，在約旦的基地被伊朗給狂轟哦。那之所以美軍基地遭到這個打穿之後呢，現在美國內部也開始做檢討，議員他們開始檢討是說，是不是大家沒有查到？伊朗的背後是不是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幫忙提供這些可以做攻擊的情報呢？這個是一個問題，等一下請教尚志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了。最近呢，2艘郵輪在荷姆茲海峽又是遭到了攻擊、爆炸、失去動力。當然，現在呢，把矛頭指向了美軍哦，聲稱這些郵輪，這是伊朗的說法，聲稱這些郵輪是在美軍的鼓勵下才去使用這條航道的。看起來，這個伊朗就是表明說，這個荷姆茲海峽還是由伊朗我說的算。那尚志哥怎麼看？好，我們現在首先先看一下到底美國在這一波那麼下了重手，而且看起来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部分，這個談判幾乎好像就撕毀了。但是美國打的確實有一些就是集中性，比如說對於整個荷姆茲海峽的部分沿途轟炸。然而到現在看起來，你還是覺得美軍的整體的對伊朗的攻擊或整個戰略還是不清楚。比如說你現在打的部分，你到底要不要把哈爾克島拿下來？其實你可以拿下來，但你拿下來之後，其實說，因為你現在就是破壞，然後美国現在放重话開始打水電廠、打核電廠跟民生設施，聽起來是厲害的喲。可是事實上，其實伊朗也不是省了燈啊。伊朗在昨天才剛剛公布，你現在打我，確實沒有錯，因為在19號的時候，美國已經攻擊伊朗西南部的這個核電廠了哦。那一打之後，伊朗馬上公布11個清單。11個清單是什麼呢？波灣所有國家，幾乎每一個國家的核電廠跟海水淡化廠都至少2個。也就是說，我現在清單都帶了，這些都我要打的。而且要知道，水電廠跟那個核電廠是綁在一起的，要有電才能這個。所以這裡頭，如果你打我，我不是打你美國，但是我打所有波灣地區，而且這裡跟美軍基地的水跟電從這邊來嘛。所以說，美國的到底它的戰略清不清楚？但我們相對來看，那美國當然還是有做。第一個，它繼續的集結兵力。包括從歐洲甚至從日本、韓國抽調以轟炸機為主的各式各樣的軍機過來，然後也增派了很多1萬多人過來，對，然後也拉北約。那現在北約當中有8個國家也都表達了部分的支持之意，甚至也都傳出說烏克蘭的部分無人機已經開始加入了，在這裡頭幫助美軍來攻擊伊朗。那麼美國當然有些集結的部分的行為，但是你說這樣子的這個戰術做法，伊朗呢？你看我們伊朗這幾天回去，首先我們看伊朗。把原先它叫做這個代號，美戰它叫真實承諾，都是回擊嘛，因為你攻擊我才回擊，你叫真實承諾。可是7月份，伊朗已經正式把名稱改叫做勝利行動。這幾波當中，勝利行動1、勝利行動2，所以這裡頭它是反侵略，它已經是有攻擊性，甚至要毀滅性了。就是說，對美軍基地，我們來看伊朗怎麼打。他來打美軍基地是很清楚的，首先先打你重要的雷達。雷達打之後打你的，現在打你的機庫。要知道那麼多美國厲害的飛機在空中，現在伊朗沒有能力空戰去打這些來轟炸的這些上百架飛機。可是你飛機要下來，你飛機要都停在美軍基地，只要停在地面上，你再貴的飛機停在地面上打的就是廢鐵。所以伊朗很清楚，然後伊朗還打什麼美軍的宿舍。對，很好。然後還不止，還打什麼伊朗一些高級軍官住的大飯店、5星級飯店。所以這種針對性，你看伊朗真的是被美國打得越打越頭腦越清楚。其實我剛剛講這一波的反擊，這一波的下重手，恐嚇你，我要打其他的地方，這個水電站、核電站，然後我出手的打你美軍基地，這個集中性真的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打，如剛剛楊老師所提到的，我不認為伊朗會打輸。我們最後看到的這一波7月打的都是伊朗的最新導彈，都不是庫存貨哦。那美國雖然調了很多，包括愛國者荷姆斯飛彈來，還是一樣。這個部分其實還是用來舊的部分的東西，而且造價昂貴，所以持續打下去，我覺得伊朗還是有它對抗的本錢。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製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
好，在國際上的另外一場戰事，要趕快來看到的是俄烏戰事。現在俄羅斯又發動了對基輔的另一波最大波的攻擊，出動了48枚的飛彈，震撼了基輔。等於俄羅斯現在出動它的飛彈海，另外呢，從海上跟陸上分別攻擊烏克蘭的大後方的補給線哦。另外一方面，俄羅斯現在軍工產能已經開到最大了。這一場俄烏戰事看起來又是有另外一場的大戰事將全面引爆。今天我們就這個議題一起來做一個深度的剖析。現在可不可以說俄烏戰爭是最危險的階段呢？因為我們來看到俄羅斯在19日這一天再次的針對基輔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這一次出動了我們剛剛提到的48枚的彈道飛彈之外，還有這些包括了巡弋飛彈、空對地飛彈，還有大批的無人機同步的襲擊，造成了1死16傷哦。那麼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說，這是俄烏開戰4年多來規模最大一次彈道飛彈的攻擊之一，痛批俄羅斯的行為。俄羅斯這一次呢，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嘛，它就是要來攻擊烏克蘭的大後方，還有烏克蘭這些非常重要的補給線。那麼我們先來看到在地面上攻擊了哪一些補給線，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到在海面上又如何去切斷烏克蘭的重要的後方補給線呢？先來看到在地面上，包括攻擊它的能源設施，還有交通運輸的樞紐、城市基礎設施都把它打爛哦。那麼還包括削弱它的防空能力，癱瘓整體的後勤運輸。海面上我們來看到，包括了它攻擊對烏克蘭的黑海港口，因為這個黑海港口對於烏克蘭來說非常的重要，是它的海運啊、糧食的一個重要出口地。那麼俄羅斯還攻擊了一艘土耳其的貨輪，遭到飛彈攻擊。這一起意外造成了多死跟還有許多人失蹤哦，目前還沒有找到這些人。那麼如果黑海的航道持續的升高風險的話，接下來再觀察的就是全球的糧食價格、能源運輸、海運的成本跟供應鏈都會一起受到很大的影響。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烏克蘭當然了，也針對於俄羅斯的相關的後勤做了一波比較大的攻勢，包括了利用海上無人艇攻擊俄羅斯的軍艦、港口設施、能源基礎設施，同時烏克蘭也深入了俄國境內攻擊它的煉油廠、油庫跟它的軍火庫，希望也能夠切斷俄羅斯的大後方。現在看起來雙方的這個攻勢很類似哦，都是在攻擊主要的補給線，看起來又是另外一場消耗戰嗎？艦長怎麼看？其實無論是我們剛剛討論的有關於伊朗的部分，或者是我們現在討論烏克蘭的部分，其實主持人都提到了3個字，叫做消耗戰。那如果是消耗戰的話，我们看到的特點是什麼？我們看到了它攻擊了交通樞紐，攻擊了能源設施，那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張5環的圖，但是它不是從外慢慢打向內的，它是一次綜合進行攻擊的。那而且呢，這個是我們看到彼此雙方都如此。所以才是叫做消耗戰。那但是呢，因為大家對於烏克蘭呢覺得先入為主的觀念，也就是烏克蘭攻擊了非常多這個莫斯科附近的一個煉油廠以及莫斯科的近郊的一些大樓，他們覺得這樣好像是很有效，但是忽視了真正的戰線是在烏東。那我們看到烏東的如果我們反看這個烏東的幾個堡壘城市的話，其實現在這些全部岌岌可危，因為真正的部隊集結在這個地方，也就是我們看到這斯拉夫揚斯克以及克拉馬托爾斯克，最下面的是康斯坦丁諾夫卡，其實就是這幾個部分。那這幾個部分如果失守的話，其實對於烏克蘭來講，它的打擊非常大，因為這是從2014年對於克里米亞這個直接被俄羅斯攫取之後，這個美國協助烏克蘭所建立的堡壘城市，它無論是在各種的地下運輸，或者是碉堡建構，那甚至還有長達數公里的這個龍牙，也就是讓了你的這個重裝備坦克根本都無法前進。那但是呢，我們在前一段時間看到的是什麼？我們看到的也就是這個俄羅斯從這一個烏東的地方取得的領土，不但沒有增，反而有減的部分。但是實際上我們來看到這個部分呢，到了6月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反轉，而且
我們看到現在烏克蘭駐英國大使，也就是當初被這一個澤倫斯基罷黜的這個扎盧日內，他還特別講到，他說不能因為這樣就認定俄羅斯已經輸掉這場戰爭了。他說這個是對於戰爭的一個非常危險的誤讀。為什麼？因為其實現在進行的是什麼？也就是這個消耗戰的時候，真正雙方決勝的在哪裡？在於戰時的工業以及經濟。可是我們看到的，對於俄羅斯來講，它的經濟其實沒什麼樣的改變。那它的工業，雖然我們看到它的煉油廠被打了非常多，可能比例上甚至超過40%。可是呢，我們看到俄羅斯它本身的工業很快就可以將它復甦完成，但是烏克蘭沒有這個能力。所以他們講到說，有關於我們剛剛看到扎盧日內他講到的，其實就是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反想一下，有關於當年的對日抗戰的時候，有關於日本跟這個當時的國民政府是不是也遇到這個問題？是，也就是長沙會戰的部分，雙方面都靠着機具以及人力整個卯上。那當然，中國犧牲了更多的人，但是那個时候薛岳將軍提出了有關於天弩戰法的部分，就是只有用這種新的改變戰場的形態，那個才能夠解決消耗戰的這個形式。好，呂艦長幫我們特別提到了有關於這個戰時工業在這一場戰爭當中的一個重要性。那確實，我們看到俄羅斯的工業現在確實在快速的復甦哦，而且呢，我們看到它的這個生產飛彈的速度還是非常的快的。來看到他們現在最新的一個數字哦，它因為擁有完整的軍工複合體系，所以每月大約可以生產70枚的各型精準彈道飛彈。好，細節的部分我们來看到 CG 哦，當中包括了伊斯坎德爾這個戰術彈道飛彈，每月產能60枚；匕首超高音速飛彈，每月大概可以達到10枚。再來 KH-101巡弋飛彈，每月40到50枚。甚至大家知道，俄羅斯拿來做這個防空系統的 S-300、S-400，他們乾脆直接拿來做對地的攻擊用途。當然了，烏克蘭方面也有它的強項，烏克蘭出動它的這個無人機之外，還加上了AI 的技術，所以可以做一個精準的打擊。雙方的攻勢，尚志哥怎麼看？好，我們繼續再看現在，如同剛剛其實艦長講的哈，我們看俄羅斯，大家印象中它作為應該過去傳統的冷戰期間的科技大國，沒有想到俄烏戰爭真的打下來，雖然有點倒霉啦，特別是無人機這個部分概念在這場戰爭中體現，而且將改變了全世界哦。那而在這個過程裡頭，那俄羅斯不只是缺無人機，其實俄羅斯真的是包括了它的，我們才發現說它的包括半導體跟芯片這些，我們不要說最新的哦，給軍事的竟然都不夠。然後呢，也包括它整個這種作戰的這種信息化。作戰的這種信息化都很落後哦，再加上你可以看到整個他們在無人機方面真的很嚴重，他對烏克蘭根本是好幾代的代差，也沒有反無人機的相關的部分的設備。然後呢，你要看到這些包括它的這種精度，在真的在打擊的時候，真的還是有問題。所以他現在能打的都是傳統的導彈，沒有錯，看起來很厲害，每次轟炸真的很大，但是都造價昂貴。而且你確定打了這些之後，俄羅斯的軍工業能夠支持得上只做導彈嗎？難道不做無人機嗎？我覺得現在大家在觀察的部分，其實俄羅斯並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短板或者撐面子，他是要想盡辦法。但現在全世界除了伊朗有無人機可以幫，但伊朗自己在打美國，能幫他的誰呢？白俄羅斯嗎？白俄羅斯雖然也有一些相關的產線，但是產量沒有辦法跟誰比，真的就有中國。所以呢，前幾天我們到這一周的前幾天，中國跟俄羅斯其實在這個北太平洋的部分進行了一個小型的什麼軍事演習？這場軍事演習當中，雙方都是在演無人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無人機攻擊你的俄羅斯的4艘的軍艦，那俄羅斯用他們的部分的無人機也是上千個蜂群來攻擊中國大陸的這邊的軍艦，這是個小型演習，外面消息沒有很多。可是呢，在這裡頭，你知道俄羅斯是怎麼4艘在演習的概念上都被擊沉。表現非常非常差，雙方的評價。那中國大陸的部分是真的是連俄羅斯都說非常非常好，全部都抵擋起來。那中國大陸現在是有什麼呢？中國大陸單單在這一次體現了在艦艇上的反無人機的電磁炮，所以過來就全部都下來了。而且事實上，我們在去年的部分的北京93的閱兵的時候，你已經看到北京的部分有反無人機的很多的系統，不要說雷達，還有電磁炮，而且這裡頭已經
大半年下來快1年了，又有最新的研发又出现，在這次中俄的這個實戰中俄的這個演習當中看到，而且中國大陸不只是海上艦艇上，陸地的也有，甚至呢士兵手持的反無人機都有啊。所以我觉得現在在這個面對抗戰上，看俄羅斯一直頻頻的希望中國能夠在反無人機至少吧，即使不是給你無人機這攻擊的技術，但接下來中國有一點點感覺起來還是非常謹慎，因為防無人機這裡可能可以幫上忙，攻擊可能不行。但是這裡頭在俄羅斯努力的爭取，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是非常的謹慎。好，這個是有關於戰場第一線戰場在俄烏雙方的最新攻勢。政治上我們也來做一下解讀。目前呢，最新消息是已經有許多的國家開始對於援烏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疲乏。那最新消息是保加利亞的總理他們已經公開要強調停止對於烏克蘭的軍援了。保加利亞如果停止這個援烏的話，就會成為第4個國家，繼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東歐4個國家，第三個國家之後，第4個公開表態停止援烏的國家。那楊老師怎麼看？東歐的國家如果都表態，已經第4個了，不再提供烏克蘭任何的軍事援助的話，就表示第一個，他們認為這個戰爭拖太久，第二個，這個戰爭大概烏克蘭這方面無法取得全面勝利。也不會加入到北約了。第三個就是他們覺得這樣子再持續提供的話，其實只是做無止境的陣地消耗戰。而這個陣地消耗戰已經不只是戰場上的消耗，甚至是整個歐洲的消耗，經濟、安全、能源都消耗下去，而且可能會變成大型戰爭也不一定。所以你現在打了戰爭這麼久，我就請問，如果真的烏克蘭到最後是贏了輸了，不管怎麼樣，他會加入北約嗎？這個基本上已經是不可能了。句點。那第二個，烏克蘭自己有在修改他戰前的國語法案嗎？你內部對於你自己本來是屬於俄羅斯裔的烏克蘭人的待遇，是不是有改善？是不是有變化？對不對？對。那最後第三個我要請問的是，烏東的4州，你就算全部恢復，從此就能過得幸福平安的日子嗎？這都不可能啊！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就是，你要持續的做陣地消耗戰，還是你要去做一個凍結衝突的停火談判？因為俄羅斯基本上，我們從歷史的了解嘛，它是用空間，它用它的這個人口，然後來換這個整個戰場上的它的優勢。所以空間、時間、人口消耗，沒有一個國家比俄羅斯這個民族更有經驗的。即使是在21世紀，他主動打烏克蘭的這個戰爭，剛開始他被視為是破壞國際秩序，但是我們現在都了解，整個美國跟北約一路過去這20多年來，就是走到了人家的門口，逼着你要打。這是在從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的層面而言，但是這些都不管了。過去這段時間，到底我們要消耗多久？我剛剛問了幾個問題：烏克蘭會加入北約嗎？烏克蘭會改變它內部對於俄羅斯裔的待遇嗎？烏克蘭的東部的4個州，你最後他們已經宣布就是獨立，現在已經加入這個俄羅斯。你就算勝了，它能夠維持邊境上的穩定嗎？所以要尋求一個停火，要尋求一個穩定，我覺得還是要從停火、外交、政治上解決。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中美這一場科技戰，習近平這一次吹響了 AI 的總攻號角。華為呢最新推出的，等一下帶觀眾朋友看到的950晶片震撼登場。當然了，首次使用的就是超定律的晶片之外，今天也會來看到的是 AI 集群哦，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已經可以
挑戰輝達的系統了嗎？再來，等一下也會看到 Kimi 打造全球最大的開源模型，現在連高盛都最新改口了，說他看多中國大陸的 AI， 美國的霸權守得住嗎？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您覺得說這個美國的霸權守得住，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守不住了，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好，過去7年來，我們看到美國不斷的限制中國大陸的晶片禁令，從 EDA 的封鎖到了 EUV 等等，最後是 AI。但是我們今天要來看到大陸敲響了另外一場 AI 體系的全面反攻。等一下會來看到，包括華為推出的這個昇騰950的晶片嘛，剛剛我們說到使用套定律，還有就是 Kimi 震撼全球。等一下也會來看到中國大陸的晶片出口首度躍居它的第1大出口商品等等。紐約時報、彭博等媒體現在都說，中國大陸正在快速的縮小和美國之間的差距。好，趕快來看到具體的細節，在晶片跟 AI 的這個算力上面，中國大陸有了非常大的躍升。剛剛講的昇騰950的晶片。它使用套定律之外，還有大規模的集群，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已經達到輝達同等系統的6.7倍。它使用的這個大規模的集群是什麼意思？等一下我們會請這個上這個來特別帶我們看。那麼也等於挑戰了輝達，它是用單片晶片的這個霸權。那另外我們來看到華為的5G 手機現在也重返了海外市場，並且營收創下了當時2020年的高峰，代表美國的7年圍堵華為，現在反而讓華為我們可以看到非常明顯已經建立起了完全自主的供應鏈，甚至可以走向全球了。同一時間有一個很重大的轉折，就是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的晶片出口突破了1.2兆元人民幣，現在啊，晶片已經成為大陸首次第1大出口商品，日產量突破了15億顆。好，這個是有關於晶片跟算力的部分。就 AI 大模型，我們也要帶觀眾朋友趕快來看到，現在全球的資本也開始重新站隊了。這個是來自於華爾街的高盛最新的報告，他直接公開點名說，他現在最看好的3家 AI 大模型公司，包括了有智譜、DeepSeek， 還有字節跳動等等。他認為這一些企業會進入一個長期高速的成長期哦。那麼另外一頭 Kimi 的 K3 大模型推出之後，彭博也報道，它打破了外界長期認為美國 AI 可以遙遙領先的這樣子的一個刻板印象，也代表中國開源模型快速的崛起，企業現在加速投資在中國 AI。那麼國際資本現在看起來也重新評估了有關中國大陸的科技股的部分，是不是挑戰了美國的新秩序？上次哥怎麼看？好，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特別關注哦，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人對於華為提出的套定律，覺得就是好像沒什麼了不起哦。可我們看華為從大概7月初、6月底、7月初有幾個特別的動作累積下來，乃至於到剛剛舉行的上海的這個全球 AI 大會哈。那到底華為出了哪些東西讓大家要特別關注？首先是在6月底的時候，華為宣布他们在今年第4季會在韓國開始跟NVIDIA 來搶，他要開始賣這個昇騰950的低階的晶片。那麼這個低階的晶片呢，跟對比英偉達給這個 NVIDIA 這個它相形之下的話，大概只要1/4，而且算力比人家強哦。它不是只有在賣中國。好，後面我們繼續來看是這一次，我覺得，然後也都知道，現在呢這個昇騰950的各類的晶片，低階的是 PR 晶片，全中國已經到處在用，已經開始有量產。另外呢，最高階的 DT 晶片也都出来了。這一次 AI 的在上海的部分大會，我覺得我們看到就是華為的出現的一個東西，就不只是他們做昇騰的單個的 AI 晶片，他們推出了這個東西呢是什麼呢？就是叫做 Atlas 950，同樣叫950的一整個集成的基座。也就是說，這集成的基座什麼概念？在 NVIDIA 的概念裡頭，他們是買很強的晶片，然後你要組裝起來，要買 NVIDIA 部分的機櫃。但是這一次華為出的這個整個基座是直接集結了1152片
，1000多片的現在升騰的最新 DT 的晶片，所以它現在的整體的算力也就是說单個它可能打輸 NVIDIA， 但它集成起來，再加上華為自己在通訊跟內部還有很厲害這次的很特殊的冷卻系統，使得這個部分能夠發揮到最高效，更不要說我們都知道它有它自己的架構等等之類的，而且它這個可以提供的是什麼呢？是不只是大數據模型訓練，包括等等的其他的 AI 的計算跟 AI 的應用都可以。我們知道呢 ，NVIDIA 晶片當中有的是給訓練，有的部分是给应用。但是呢，這次它所出的這個950 Atlas 好，而且它宣布今年第4季很可能會推出這個基座裡頭有1萬多片。現在是1000多片，年底推出1萬多片，你覺得這個東西是什麼概念？所以現在中國大陸已經，它不是說新產品，然後大家來買。中國大陸從國家包括很多的大的企業，阿里巴巴已經在用了。也就是說，他這次宣布是已經他們用了，跟實際的實施已經成熟了，所以才在這一次上海當中公布給大家。而且要知道，這次上海的部分其實還有包括整個他們自己整個國家戰略。中國大陸呢，不只是給華為而已。這一次在上海的國際 AI 當中，這個大展覽裡頭有3000多項最新的 AI， 包括晶片跟解決方案，以及 AI 跟機器人落地的場景，給這個全世界29個國家。而且中國大陸還直接推出了一個叫媽祖2.0的 AI 的所謂氣象風暴的預測系統，其實就直接在賣了，幫助全世界落後的國家，他們只要用的時候就可以管理气象當中的各種風險。所以要知道，所以不止 AI， 而美國政府對於 NVIDIA 的最新的晶片是管制的哦，對，中國是在推的，所以大家相信之下要關注後面華為相關的升騰晶片的發展。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現在連華爾街都來開始看多中國大陸的 AI 哦，是高盛最新預估的報告，他看多的企業包括了有智譜、DeepSeek 跟字節跳動，他認為會是未來最大的贏家。那再加上 Kimi 哦，我們先前談到的這個 Kimi 現在是全球最大模型，未來 AI 產業會從美國獨強走向中美雙強，甚至可以說翻盤嗎？那楊老師要怎麼看？上個禮拜當就是月之暗面，Kimi K3 推出來的時候啊，在整個就是 AI 大模型的數據的評比上面，它馬上跑到了第1名，1700多分，超過了 Cloud 的 Fable 5，排名第3是智譜的 ZAI， 結果呢，馬上你就看到那個股市就翻轉了，然後呢，這2天說 DeepSeek 的 V4 不是 Flash， 而是 V4 的全完整版也要出來，那所以你就看到今天，整個西方包含日本、韓國、台灣的股市就往下掉，然後呢，香港、上海 A 股、B 股，然後呢，深圳的 B 股都往上漲，那沒有趣味的，就形成一個什麼？就當然這只是一時的反應哈，那實際上如果我們就數據而言的話，在美國有一個叫做 Open Router，它就是一個。就等於提供，就是你可以在上面隨時轉換大模型的運用。你一個公司可以運用，比如說 OpenAI 還是 Cloud， 那你轉換到，比如用 DeepSeek 或者是新推出來的這個 K3 Kimi 的 K3。那後來在過去這2個月，它很顯然出現一個變化，就是將近有50%哈，慢慢的增加轉向運用中國大陸的開源的 AI 大模型。一方面是因為它開源，所以呢，相關的這些企業可以做特別的調配。第二方面呢，它便宜。你知道現在 Kimi K3 推出來是等於是中國大模型裡面最貴的，100萬個 token2.3美元。但是呢，那個Fable 5呢是將近20美元，還是有10倍之差呀。所以從費用、從開源的整個角度，我覺得中國大陸它的這個大模型，既然人家跑數據都不遜色於你了，那當然在應用上就越來越廣泛。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西方的 AI 產業是不是真的就開始碰到一些所謂的泡沫化的出現？當然整個 AI 產業是完全看好了哈，但相互的競爭呢，這種高下之間的這個競爭哦，越來越激烈。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跟美國的 AI 的晶片。跟它的這個大模型實際的應用，那我們也來看到政策面哦。因為政策面，這一次習近平在上週5他出席這個全
國的人工智慧大會的時候，他公開反對了這個技術封鎖，說呢應該要做 AI 更多的合作，跟其他的國家一起來做合作。他也宣布一些比較具體的東西，包括5年培育5000名的 AI 人才，建立以中國為核心的這個 AI 體系。那另外一方面，美國現在呢，許多民眾他們是不願意去發展 AI 的，他認為說這個 AI 呢浪費水、浪費電，還有土地的消耗太多，所以全美42州已經展開了142場的抗議，這個反對 AI 資料中心的建設，其中紐約也出現了這個資料中心禁建令等等的發展。那呂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看到有關於這一個人工智能大會所提到的，有關於他們中國大陸未來他要如此的結合這個世界重要的科技，也就是因為中国大陸是領頭羊，它具有一呼百諾的能力，那而且它具有產業的高度，例如說我們講到的 Kimi。可是我今天不是要分析 Kimi，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相对于中国大陸跟美國，它到底有多少家公司啊？我們看到的，中美的競爭之下，藍色的這個是美國，紅色的這個是中國。我們看到，如果是對於美國來講，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我們看到的是Gemini， 還有 GPT， 還有 Cloud。那這就是這3家公司了。可是我們看到的中国大陸呢，它是遍地開花，也就是我們看到有關於 DeepSeek、GLM， 還有我們看到的 MiniMax， 還有現在提到的 Kimi。那當這一個遍地開花的時候，其實強調的也就是整個的一個系統開放，不但是对中國大陸的企業開放，也對全世界開放。我們回頭想一想。當年的中國大陸為什麼那個時候在清朝的時代這麼樣的積弱？其實呢，也就是亞當斯密他特別提出來的，也就是中國未能鼓勵海外貿易，所以失去了比較利益與跨國分工的好處。那現在中國大陸這樣開放，就是鼓勵了跨國分工，而且創造了比較利益。這個比較利益的問題，也就是美國一天到晚在抱怨的。這個有關於產能過剩的部分，那至於說，其實中國大陸的前領導人鄧小平，那他也講到說，現在的任何國家，你要發展起來的話，那其實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如果美國搞這種築高牆的行為，然後進行各式各樣的，無論是科技戰，無論是貿易戰，無論是這一個晶片戰的話，其實最後最困難的是美國自己。然後看到中國大陸跟全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各種結緣。那例如說剛剛尚志哥特別講到的媽祖系統，就是其中之一。因為氣象的本身，它是需要周邊國家所有的一個氣象資訊的一個整合。那這個整合的數量越多越廣，它的這一個預測也就越正確。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美伊斬首戰現在全面開打，川普遭到死亡點名，連回家的路線都被伊朗給全面曝光了嗎？而且現在呢，全球美國公民也拉起了警報，甚至開始有撤離潮哦。等一下就这些議題一起做一個深入的剖析。美伊雙方現在的戰場已經到暗殺戰場了嗎？今天我們來看到這些細節哦。因為呢，我們看到美軍是連續轟炸伊朗已經9個晚上了，但是現在前五角大廈的官員爆料說，這一件事情才是美軍的下一波的重要目標，
就是看準了伊朗的國家領袖的階層，這當中包含了革命衛隊高層、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等人。那麼他還說，接下來會攻擊伊朗的重要軍民兩用的基礎設施，都會在下一波的攻擊目標當中。好，現在有一個大問題，就是說，好，這個美國說要打伊朗的這一些最高領袖，但是呢，找得到這些人嗎？因為連伊朗的外長都說，其實呢，從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到現在上任為止，他竟然都還沒有看過他，那麼也從來沒有看過他在公開場合露面過。所有關於這些要傳遞的訊息，都是透過一個中間人來去傳遞的。那我們也看到以色列的防長先前曾經說過，他要斬首穆吉塔巴的父親，也就是哈米尼的原因，是因為他主導了摧毀以色列的計劃，所以接下來他們也會要來鎖定穆吉塔巴。但是真的有那麼容易找到嗎？我們等一下也會來持續的做一個解析。那麼美國這一次也發動了說他要斬首伊朗，同樣的他也說他要做打擊。那麼發布的最新一支影片的標題叫做在哪裡殺掉川普呢？好，這當中也標明了說他們要找到川普的路線，包括他往返海湖山莊啊，還有他出入大樓的路線，甚至分析說在哪一些地點攻擊川普可能會是最可行的。那麼這邊也做了一個統計，4年之內他3度的恐嚇要攻擊川普，其中包括了2022年的時候，伊朗當時發布了一個動畫，描繪機器人潛入海湖山莊鎖定川普。今年1月份的時候，伊朗播出了川普在賓州當時不是遭到槍擊的一個畫面嗎？那還流血在耳朵上的部分。那他說這一次不會再失手的文字搭配當時的這個槍擊案。那近期我們看到呢，伊朗的最高領袖顧問他也在電視台威脅說，川普在海湖山莊海湖莊園做日光浴的時候，小型無人機甚至可以擊中他的肚臍哦。再來我們看到川普怎麼說，他說你如果真的敢暗殺我的話，我們會進行前所未有大規模的一場轟炸行動。楊老師怎麼看？伊朗真的做得到嗎？現在雙方啊，美國跟伊朗在玩這種相互暗殺的威脅。那我覺得第一點沒有別的招了，就是戰場上的這種消耗戰呢，大概無法立即的短期的取得任何一個就是決定性的勝利，所以呢，暗殺就变成一個可以試的一招。那第二個，我覺得是用恐懼來去讓對方的決策退縮，或者是呢多一層壓力。那尤其是對伊朗這方面。你說到底誰暗殺誰比較容易？如果我們看2月28號那一天的話，沒有錯，以色列、美國的情報，不管是摩薩德和 CIA 對於伊朗的滲透，簡直像是個篩子一樣，那造成了49名伊朗高層的，就是這個暗殺。那可是川普也不安全啊！你以為美國還少孤狼型的這種，就是說攻擊嗎？這不一定是支持伊朗，他可能就是討厭川普啊。所以這其實是為什麼伊朗這個川普去開北約高峰會的時候，後來還要換個飛機，因為新的飛機根本沒有任何的安全的這種裝備措施，所以他們也在擔心的。那我覺得第三點就是什麼呢？那第三點就是說，他其實要嚴防內鬼，尤其是在伊朗這方面。為什麼穆吉塔巴現在大家都看不到？有人說啊，他可能真的受傷了。有人說他可能真的是這種顏面受損啊，還是什麼這個等等之類，各種都說出來。但是我覺得他根本就是沒有辦法去信任任何，即使是伊朗政府裡面的人。那不如他自己等於是在這個戰爭還沒有真正取得他們覺得可有效的這種勝利之前，先把自己給就是保護好。那這種內鬼呢，我覺得其實現在在伊朗，你不要看，我覺得還是潛伏的應該蠻多的。所以我覺得雙方的這種相互的這種暗殺沒有招了，然後施加恐怖，然後呢，這個恐怖真的是要嚴防內鬼，它可能真的會出現。好，那尚志哥怎麼看呢？好，我們首先看美國殺不殺得了那個穆吉塔巴。我覺得很難。一方面他沒有露面要知道，其實當時在殺他爸爸的時候，他也在場啊，他是沒被殺死而已。那除了穆吉塔巴現在行踪神秘之外，大家不要忘了，從今年3月到5月底、6月初的時候，伊朗對于內部的整個所有的間諜清除了6500多人啊，其中也包括美國本身 CIA 系統，而且在轟炸美軍基地的當中，也轟炸掉很多 CIA
在波灣地區的這些包括總部跟控制的這個區域哦。所以這裡頭其實伊朗有他的這個思路，而且他要殺川普，還不如先殺納坦雅胡嘞。如果你納坦雅胡都殺不了，特別是在7月17號，我們都知道以色列剛剛國會就是他的議會剛剛解散，要準備迎接接下來的選舉，所以納坦雅胡現在是個看守內閣。為什麼最近以色列沒有太多動作？原因就在此啊。所以那到底能不能殺川普？川普已经在美國被謀殺好多次，你以為他的維安系統是吃素的？他的維安當然很強啊，還包括所有的，包括空域或等等的之類的，所以不是小貓咪啦。但是伊朗可能会攻擊什麼？伊朗其實在這一次前幾天已經宣布，他們要攻擊所有川普在波灣地區所有的財產，包括其實前2天已經攻擊了阿聯酋的川普大樓，已經炸了。阿曼的這個川普度假村也炸了，而且他整理出了清单哦，因為要知道，比如說杜拜那裡有同樣的最貴的川普的大樓，而且它還有高爾夫球場跟別墅區，就在這個迪拜的美軍基地的旁邊，所以他已經公布這些清單。我雖然殺不了你川普，可是我至少把你所有川普的資產炸得死去活來，而且川普還有在地產、文旅、包括物流在各方面的這個投資，所以我認為就剛剛钟憲楊老師講的，殺對方可能還是一個威脅之意。但是殺你的資產，可能這還是真的會做的。好啊，現在呢，我們看到美伊雙方都說要暗殺双方的最高領袖，但是呢，這個事情看起來難度比較高。可是我們看到有關於影響到跟美國有關的相關的人員、設施跟企業，現在看起來恐怕是下一步這個伊朗要做的事情哦。因為美國國務院已經最新在18日發布了全球安全警示了，特別警告伊朗接下來攻擊目標是世界各地美國有關的人員、設施、企業，要求海外公民必須要提高警覺。同時呢，約旦方面已經提高了安全的警戒哦。在部分的机場開始進行了疏散跟管制，那麼美國大使館也要求公民避免接近軍事基地，航空跟安全的空域也會來同步做升級，會不會下一步有撤離行動？這個還要再持續的做觀察。那麼包括了伊朗也最新放話，這一位是外交部長，他說只要能夠成功俘虜200名美軍，就可以迫使華府停止軍事行動。有沒有可能真的這麼做？呂艦長怎麼看？當然，我們講到說，任何的可能都會發生。為什麼？因為無論是偷襲或者是暗殺，其實都是弱者唯一的武器。那大家可能很驚訝，美國你說他是弱者嗎？的確，當他面對伊朗，從2月28號打到現在，還打不出一個成果的時候，但是我們看到這一個川普，他即將面對他的一個期中選舉的困境。那現在這個油價又不斷的持續的處於高檔。那處於高檔的部分呢，其實選舉就是一人一票，有錢人你再有錢也是一票。可是呢，窮人他唯一的武器也就是一票，那他的日子都活不下去了。我們看到，如果是低收入的人，他們大部分的這個金錢開支其實都是投注於吃與喝這個層次。那但是呢，我們會看到這一個，當他們無法妥善的擁有他的一個支配所得的話，那其實他也會變得激進。那這個也就是說，現在川普他想要透過這種方式呢來激化，那但是有用嗎？這是個問題啊。我們看看美國自己的問題吧。在他選舉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無論是競選，就是他在那邊 fight，直接打到耳朵的那一次，然後還有在海湖莊園，其實他也曾經被埋伏的那個槍手那個即將攻擊，但是呢，那一次因為他的一個隨扈那個警覺性很高，早就發現了，那是第2次。但他上任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今年4月哦，白宮這個記者的晚宴上面，竟然范斯副總統以及川普總統都被直接的疏散。為什麼？因為就是有槍手直接要衝進會場嘛。對，代表什麼？代表其實想要擊殺這一個川普的人其實是比較多的。那這一個部分呢，會讓他的一個密情局其實防不勝防，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那至於說呢，這一個我們看到為什麼現在穆吉塔巴哈行蹤成謎，因為大家都看到了有關於賓拉登啊，賓拉登當年他連他躲在山洞裡 CIA 都把他挖出來，為什麼？
因為 CIA 透過那個山洞的背景的土壤來分析它到底是在哪一區，那這個就是 CIA 那個的特點。所以穆基塔他聰明的地方也就在這裡，我完全不露臉，然後呢，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哪。